梵蒂冈档案馆呢是世界上最难进入的地方之一。长期以来呢，这里有关的一切人们一直有着各种奇怪的理论和猜测。它最初是由教皇保罗五世于1612年建造的，是世界上最神秘和未知的禁区之一。据统计呢，梵蒂冈摆放的机密档案的架子呢就有52英里长，整个环境如同迷宫一般。架子上排列的有从已知世界的各个角落收集来的无数的历史真相，里面有 UFO 的珍奇异事、预言的手稿和驱魔笔记，以及人类史前的历史记录等等。它的设计更像是一座堡垒，而不是一座图书馆，到处都是难以逾越的地下掩体，并设有一个受到高度保护的入口。几乎所有人，包括教会的官员，都完全被禁止和隔离。一直到1881年呢，教皇13世才允许局外人进入。但是想进入梵蒂冈的档案馆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想访问这些秘密文件和知识的孤岛呢，你必须是一位合格的公认的学者或者是研究员。而罗马教廷会对其进行全面的审查，这一过程呢，可能就需要数年的时间。而业余的历史学家、记者、学生或一般的研究人员都严禁使用这里。根据阴谋论的说法呢，档案馆中还埋藏着梵蒂冈控制和掩盖大洪水之前的人类历史。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全球的人类历史似乎都是从神话开始的。那为什么我们这一世代的史前文明会是神话呢？答案就是我们的祖先的历史被大规模的、有系统的、长期的歪曲、模糊、掩盖和伪造，而梵蒂冈呢，知道所有的秘密。万年之前呢，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无论是生产能力还是劳动人口呢，都不能够支持建造那些散布在全球的数量众多的巨石文明建筑而那些控制过去的人，现在依然控制着未来。所以罗马天主教会对人类历史的描述进行了严格的掌控，垄断了和统一了全球官方的话语权，而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在新纪录片《真实的传说不圣洁》里面呢，导演和主持人就讨论了很多的证据，都表明梵蒂冈隐藏有大量大洪水以前的人类历史。而梵蒂冈中隐瞒的其中一个最著名的预言呢，则是发生在1917年葡萄牙的神迹事件，以3个小孩卢西亚·桑托斯和他的表亲观察到的异象。当时他们就遇到了圣母玛利亚，之后呢，他们就说让他们每个月13号来见面，直到10月13号呢，这个玛利亚就告诉了3个孩子有关于未来的3个秘密。那至于秘密是什么呢？当时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后来其中2个孩子死于1918年的大流感，唯一活下来的那一个孩子呢，就成了一名修女，名叫卢西亚·桑托斯。直到1941年呢，他终于向梵蒂冈透露了预言中的其中的2个。而得知了这个预言之后呢，教会又在1943年让他透露第3个，结果被他拒绝了。原因是他认为人类还没有准备好揭开第3个秘密。无奈教会只得命令他写下来，但是他要求呢，在1960年之前都不要打开。现在预言中的2个已经被公布了，一条预言呢是说地狱的景象，而一条呢则预言了2战的发生。但是第3条预言梵蒂冈并没有透露，而网上现在所说的第3条预言的内容几乎都是外界人的猜测，那么大家都公认为就是世界末日。而真正的预言只是为了堵住公众好奇心而编造的内容，而真正的第3条预言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教会将会永远保守秘密。所以为什么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教会在梵蒂冈是唯物论和唯心论可以共存呢？梵蒂冈很早就建立了一个天文台，这本身就很矛盾，但没有人提出质疑。他们到底是在寻找上帝，还是在寻找其他什么呢？答案呢，也许是没有上帝，他们一直在用望远镜监视着天空，同时秘密准备迎接着外星生物的到来吗？近年来他们似乎有意或者是提醒着某种东西快要到来了，以罗马天主教堂成为官方外星生物披露的最前沿。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教堂开始研究外星生物？他们不再信奉上帝了吗？天文台主任孔苏马纽与穆勒神父还合作写了一本书，书名竟然是你会为外星人灵洗吗？书里就说上帝应该还创造了其他一些和我们一样拥有智慧的生物。还有月球上的35个陨石坑居然都是以天主教耶稣会会士的名字来命名的。在2008年5月呢，梵蒂冈观察站站长天文学家朱瑟呢，他就说相信上帝和相信外星人存在并不是不可融合的。让保罗2世呢在担当教皇期间呢，也在梵蒂冈电台说过生命可能是超越教会的界限。而克拉多巴勒杜奇大主教曾经多次在意大利的电视媒体上表示呢，外星人应该也和人类一样被视为上帝的孩子。飞碟目击者既不是魔鬼附身，也不是神经衰弱，更不是来自于恋物的怪癖。教廷将会对这些生物体是否存在来展开研究。也许梵蒂冈已经预料到政府将要公开宣布和外星人接触的事实了。上个世纪20年代呢，有一个叫做詹瑞克·路德维格的学者，
根据他的宣称呢，他当时查看了梵蒂冈档案馆，并发现了好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他说在档案馆里面他看到了一些非正统的学者写的关于古代文明与外星人之间的联系的论文，和一些古老文明发展的论述是怎样受到了外星文明的影响，比方说埃及文明、玛雅文明、苏美尔文明、山海经等等。当然这些都是詹瑞克路德维格的一面之词，因为档案馆里的资料不允许被带出，所以旁人也无法证明他说的是否真实。在2007年呢，有多人目击在梵蒂冈10米的大教堂上方有一个神秘的蓝色圆盘在悬浮，时间长达15分钟。因为梵蒂冈也是一个旅游城市，所以当时有很多人拍下来这些照片。很多人就认为呢，梵蒂冈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外星人的存在，甚至有人认为教皇本身就是外星人。有一个纪录片中，在考古工作中就发现了很多各式各样奇怪的头，其中有一个就是后脑特别的长，这样的脑的外形呢，就使得它的脑容量变得非常大，也会变得很聪明。一般来说呢，它的脑容量是正常人的2倍。刚开始有人认为这是某种病变，但是我们能够在很多的古文明的雕塑肖像、壁画中都看到这种后脑异常长的这种形象，并且他们的身份一般都不普通，比方说埃及的法老、祭司等等都是这种造型。而这些奇怪的头骨的出处的地点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比如说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美洲、蒙古、欧洲贵族里面都有这样的头骨。有人可能会说有些人是通过后天的手法让头部长成这样的，但是问题在于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人是怎么在古时候一起运用了共同的造型而把头搞成这样的呢？于是就有人猜测了，全世界的人也许都见过一种头长成这样的生物，并且呢非常的崇拜这种生物，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效仿它。所以这个效仿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自己的头也搞成这个样子，以显示自己的某种特殊的身份和尊贵嘛。所以带着这种思考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梵蒂冈教皇头上的这个长长的帽子，是不是他们也在模仿某种神秘生物的头呢？根据史料记载在1500多年前的欧洲当地人不知为何也开始流行颅骨捆绑术。当孩子告别婴儿时期的时候，就会用专门的器具将头呢给固定住，将整个头颅呢只能朝后方发展，最终就形成了奇怪的大脑形状。在同时代的欧洲的墓穴中，考古学家就陆续找到了很多类似的头骨。那么说起来，这其实也很像我国古代的裹脚的习俗，只不过部位不同罢了嘛。那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在去年 NASA 还招募了24名宗教学者，探究外星生命有可能会对人体的价值体系和宗教文明而造成影响。这一下子呢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不是没有肯定外星人的存在吗？怎么突然又要研究外星人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影响呢？让人不禁的就感觉到美国似乎不想让大家知道外星人的存在，但是呢又有点纸里包不住火的感觉。而巧的就是呢，这24名宗教学者呢，有一多半呢都是来自于梵蒂冈。而 NASA 为什么要请这么多来自于梵蒂冈的宗教学者呢？那梵蒂冈究竟有什么秘密存在呢？无独有偶呢，在人类有史以来还首次见到的 UFO 的埃及缩草子呢，就来自于梵蒂冈。根据古代文献记录呢，人类学家塞德里克·伦纳德呢，将这种大规模的 UFO 观测时间就定义在公元前1480年前后进行的。那时候是图特摩斯3世，当时是埃及的统治者。记录上就说是在22年的冬天的3月，记录者就看到一团奇异的光球从天而降，而且这个光球它没有脑袋，嘴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它的身上有一根柱子一样的光柱，悄无声息的就朝着法老的宫殿飞了过去。当时看到的人们全部都趴在地上膜拜。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天空中的 UFO 就出现的越来越多，它们在天空中都散发着比太阳还要光亮的光芒，4个柱子呢高耸入云，所以当时他们在埃及的地位非常的高，仿佛是见到了神迹一般嘛。所以法老呢当时就让部队看守这个 UFO。那吃过晚饭之后呢，这个 UFO 越升越高向南飞去。接着呢，一大群像蛇或鸟的生物像下暴雨一样从天而降，这是自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奇迹。而法老就下令呢，立刻举行祭祀仪式以平息神灵的怒火。而且他还下令要将这件事情记录在史书上。所以这张来自于梵蒂冈的缩草纸呢，实际上是后人用手工复制的，其中一些内容呢已经被删掉了，不过大多数的文字都很准确，没有任何残缺的迹象。研究者呢曾经向梵蒂冈档案的负责人想了解一下情况，可是对方却说这张缩草纸呢不是馆内的收藏品。很多人都在想难道这些记载只是当时的一种天文现象吗？
可是要知道，从公元1500年起呢，埃及人就一直在研究天文现象，也就是说，他们所描述的事件绝对不可能是天文现象这么简单。所以，大量的蛇类的和飞禽走兽从天而降，很有可能就是剩下的那一部分被删除的内容中才能够解释的。许多人都在想，有没有可能真正的原版的缩草纸还躺在梵蒂冈的档案馆里面呢？而梵蒂冈删除了一些东西呢，这一定有其用意嘛。至于它的用途是什么呢？我们只能够先从梵蒂冈的教皇大殿来找线索。这是一座能够容纳6300人的演讲厅和音乐厅嘛。这座教堂呢是以保罗6世的名字命名的，始建于1971年，由意大利的皮埃尔·埃维尔建造。从外面看呢，这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如果把教堂的窗户看成是眼睛的话，就像是一只动物。那走进里面再看里面的窗户，就有没有感觉这就很像一条蛇呢？两侧的彩绘的玻璃是双眼，屋顶呢像是一块巨大的鳞片，而前面的演讲台上呢是2个锋利的獠牙。一般教皇的工作对于信徒来说就是教导世人，引领向善嘛。但是这张图呢，就好像告诉我们教皇正在宣布事情的时候呢，是通过蛇的口中来说出来给世人听的，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位最高的领导人是被另一个幕后主使而控制的。难道这与天龙星座的蜥蜴人有关吗？把教皇大厅再拉近一看呢，就会发现中间背后巨大的雕像，雕像的名字呢叫做重生。可是仔细一看呢，它的造型又很像蛇的造型。而埃及的法老守护神、中美洲的羽蛇神、中国的女娲、印度的蛇神娜迦，这些远古文明都毫无疑问地显示着蛇的重要性。但是蛇是爬虫类动物，如果出现在天主教中心梵蒂冈就很诡异因为圣经里面就把蛇称呼为撒旦，让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的就是蛇呀。而蛇形图腾为什么自古以来都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任何国家的任意角落呢？难道蜥蜴人这种外星文明真的早于我们来到地球吗？当然，时至今日呢，我们仍然无法证明 UFO 和外星生物的存在嘛。相信未来科技的发展呢，我们最终会得到答案。而梵蒂冈还有一个全世界唯一存在的，那就是驱魔仪式。根据罗马天主教文献记载呢，最早的驱魔仪式可以追溯到1614年，那个时候还不叫驱魔，是一种祈祷或者呼吁，而这种祈祷则是一种祭祀的需要。然而在祭祀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现象，后来这种祭祀才被罗马教廷慢慢接受，归结为驱魔仪式。在1949年呢，美国马里兰州发生的著名驱魔事件呢，是美国马里兰州的13岁小孩。这个小男孩因为和姑妈玩通灵板游戏而遭到了邪灵的附身。几天后呢，其姑妈意外死去，房子里就出现了许多超自然现象。刚开始只不过是一些怪声音在房子里出现，后来就演变成为家具不断的抖动。紧接着呢，13岁的小男孩就开始变得暴躁不安，情绪反复无常，身体上还出现了奇怪的爪痕以及文字。其父母呢将其送去精神病院诊断，医生的结论却一切正常。最终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教会呢，希望神父能够帮助这个男孩渡过难关。而那一年教堂做忏悔的人忽然增多，而驱魔仪式呢在世界上竟然达到3000多场。当时负责此次事件的神父呢叫做比尔·鲍登，他是圣路易斯教堂中最具有相当资历的神父。他长得文质彬彬，身高1.8米，平日里喜欢帮助人，而且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他从父母口中得知了这个孩子的事件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痛心，于是呢他就打算尽全力帮助这个孩子将恶魔驱走。鲍登神父呢在之前做过了很多场驱魔仪式是个非常有驱魔经验的神父。驱魔仪式的第一晚呢，男孩被4个男人摁在床上，鲍登神父就开始给他念祈祷文。男孩当时反应非常强烈，甚至还打伤了旁边的一个助手的鼻子。神父早上呢要打理教堂事宜，晚上为孩子驱魔到4点多，如此反复了6周。最终呢，男孩得到了解脱。后来鲍登神父呢将这些事迹就写入了日记中，将日记和一封他亲笔的信呢就寄给了作家威廉·布拉蒂。威廉呢将他的事迹就写成了小说《驱魔人》，并于同年上映了电影。电影获得了当时北美票房冠军从此驱魔人职业就走入了现实的舞台。那么说到驱魔呢，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梵蒂冈的首席驱魔师布里埃尔·阿莫斯。他虽然已故呢，但是在他的一生中处理过的驱魔案件一共有7万多起。阿莫斯出生于1925年，在1951年呢获得教廷神父，1985年获得驱魔资格。他说在他执行过的驱魔仪式中，其实被真正附魔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按照教会的解释呢，符合以下4种现象的人都是被真正附魔了的。第一种就是他会发出听不懂的语言，声音明显和本人呢大相径庭，就比如说男人发出女人的声音。第二呢，他是表现出无法理解的举动。第三呢，身体出现一些超自然的现象，比如说浮空、悬挂在房顶等等。第四呢，他还惧怕圣物。
只要一个人达到了以上4点呢，就必须驱魔。这也是衍生了驱魔人这一行业的原因。时至今日呢，驱魔又再一次慢慢退出了现实的舞台，而成为了小说和电影的题材。因为无神论的社会对驱魔的影响，让那些驱魔师们行动都不再公开化。而对于驱魔呢，时至今日呢，我们还是无法证实其真实性。所以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以上呢，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